大家好，我是4213。前几天我参加了崩坏星穹铁道的2测。说实话，一开始对这款游戏我只是抱着喜欢回合制 RPG， 再加上想蹭蹭热度的想法去玩的，起初并没有太多的期待，而且我有些担心回合制战斗的节奏问题。但是当我真正上手玩了没多久后，我的想法就发生了改变。本期视频是以从来没有玩过崩坏宇宙下的其他作品，但是玩过原神的这样一个萌新主观视角来进行评测的，没有任何的瞎饭行为。这里呢，我先直接上结论。在这几天的测试过程中，铁道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认为是一款无论你喜不喜欢回合制战斗都值得一玩的游戏。虽然2测阶段在很多方面都还有一些瑕疵，但我听说2测相较于1测有着翻天覆地般的提升，而官方也在尽可能的收集玩家反馈，因此我相信这些瑕疵在3测时一定会得到改善的。不过我还是会把我在2测过程中所看到的优缺点都如实表达出来。之所以指出缺点，也是希望铁道未来能够越来越好。如果大家有不同观点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理性讨论。好了，下面正式开始评测。首先我要夸的是米哈游的看家本领角色设计。这次铁道的角色设计方向要更偏向成熟风一点，重点是角色的服装设计是真的好看。虽然我是直男审美，也说不出具体是哪里设计的好，但我就是能感觉到他们在服装设计上下了功夫。更通俗的说法就是比较戳叉 P。米哈游的优良传统呢也一直都在。音乐方面，目前最有感觉的是盘烟镇的 BGM， 听到这曲子的曲风，我的猎魔人徽章就开始震动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异世相遇吗？不吹不黑啊，音乐是真的好听。美术场景方面总体来说是很棒的，但个人认为仍有一些上升空间。比如游戏最初的场景黑塔空间站，我除了在开头的动画中能知道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宇宙空间站里的，在之后接近40分钟的流程体验中都感受不到宇宙的氛围了。重复的封闭场景容易产生枯燥和压抑感。正常来说，空间站的墙壁应该是有观察窗口的，可以看到外部的宇宙环境。实际上黑塔空间站是有这样的开放性场景的，而且做得很漂亮，只不过场景放在比较后面的区域了，所以如果能够微调一下场景的先后顺序，就可以改善这种情况。另外，空间站里某些被敌人入侵的区域，如果能在场景上加一些破坏后的战痕，这样可以增加玩家的沉浸感。再比如降落到亚利洛6号星球上的第一个场景城南学园，虽然知道铁道不是原神那样的开放世界，但这个场景也有些显得过于狭窄了，与说好的星球概念有较大差距。这些细节虽然看似问题不大，但作为游戏前期的重要区域，如果细节没处理好的话，是很容易造成玩家连开头都玩不下去的。而除了这2个地图外，其他地图都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比如大矿区的场景美术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贝洛伯格的小花房也让我感觉到了寒冷星球上的一抹温暖，星空漫步的场景也太梦幻了吧。有时候我会边玩边想，现在这些场景都做这么好，往后的更新里还会看到什么样新奇的场景呢？从官方更新的角色来看，未来100%会出现中国风的星球，就像原神的璃月那样，这一点还是让我很期待的。在过场动画方面，一直都是米哈游的强项，这个方面真的不需要我多吹什么。下面这段可以说是我近期看过最棒的过场动画了。好的，下面我会花大篇幅来重点说一下我最关心，或许也是不少玩家最关心的战斗部分。正如开篇所说，我很喜欢回合制 RPG， 但同时我也很担心这类游戏的节奏问题。不管是从 FF2 的野玫瑰到仙剑1的弥歇荷西，从云和山的丝绸之旅到幽城幻境的千年之恋，再到近年来的歧路旅人、P5 等一系列游戏，回顾这些年来回合制 RPG 战斗系统的发展历程，逐渐从你刀我招的慢节奏走入了具有特色战斗系统的节奏型路线。换句话说，过去那种慢节奏的回合战斗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快节奏时代了。所以在我没接触铁道前，我很担心它的战斗节奏会比较慢，但等我真正完成后，我承认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铁道的回合制战斗非常爽脆，以前我很喜欢老仙剑的那种战斗流畅感，攻击动作、法术动作、合体攻击都很快速，一点也不拖泥带水。而铁道在2倍速下的战斗也给了我同样干脆利落的感觉。在熟悉了战斗系统后，除 BOSS 战以外的战斗节奏都很快。当然啦，因为是手游的关系，所以角色练度也是必不可少的。下面再来说说铁道的战斗系统。首先，铁道中的每个角色都有一种属性，角色的攻击与它的属性挂钩。比如说367是冰属性，那么它的攻击就带有冰属性。我方这边呢，最多是上场4个角色，而敌方则会有多个属性弱点。举例来说，敌方有火和风2个弱点，我方角色单横是风属性，当他攻击这个弱风的敌人时，并能在造成伤害的同时削弱其韧性。当敌方韧性削弱为0时，会触发弱点击破，通俗点说就是破防。击破可以让敌人进入晕眩状态，掠过他的回合。
并给予相对应的属性状态。这些属性状态有的是控制，有的则是属性伤害。弱点击破可以说是铁路的核心系统，在面对强敌时，如何选择角色属性配对来快速削减敌人韧性，就变成了改变战斗难度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当敌人释放了一个需要蓄力2回合的群体 AOE 大招时，你必须快速对其弱点击破，打断敌方大招，才能避免我方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再然后，每个角色的主动进攻方式有普攻、战技和终结技3种。普攻累积战绩点，而战技则消耗战绩点，战绩点为全队共享。因此，在战斗中，由谁来普攻攒点数，再由谁来消耗战绩，快速削减敌人韧性或者释放强烈 AOE， 就成了战斗中的第2个策略点。另外，普攻和战技都会累积能量，能量攒满后可以发动终结技，终结技可以在任何时候发动，合理利用的话可以改变战局走向。比如艾斯达的终结技可以提升全队的速度，速度值决定了敌我双方行动的先后顺序，让艾斯达在合适的时机释放终结技提升速度，会让己方角色的回合提前到来，争取到更多的出手机会。再配合上一些特定的角色，就可以做到我的回合之后还是我的回合，这是战斗的第3个策略点。综上所述，铁道的战斗系统说不上很复杂，主要以围绕敌方弱点合理安排角色技能释放展开的。但是呢，角色除了刚刚说到的主动技能外，还有被动的天赋以及战斗外使用的秘技。天赋的概念很容易理解，一般来说就是当角色怎么样时会触发什么样的效果，天赋决定了角色的玩法。比如3月7的战绩是给队友套盾，而他的天赋是当套盾的友方被敌人攻击时，他可以立即发动一次反击。由天赋配合光锥和仪器系统，可以组成一套角色 build， 而如何将这个角色配到4人小队中，完美发挥其角色实力，是玩家需要考虑的重点。再比如让3月7配合克拉拉，就可以组成一套反击体系。克拉拉的天赋是反击加减伤，克拉拉的终结技可以提高自己被打的几率，进一步减伤，并且发动强力反击。3月7套盾给克拉拉也可以进行反击，这样一来，当敌方攻击克拉拉时，克拉拉和3月7都会发动反击，又有盾又有减伤，肉对1B的同时伤害还高。当然啦，这只是前期一种比较简单的配对举例。随着后面角色越来越多，角色天赋间的互动也会变得越来越丰富。对了，这里不得不说一下黑塔的天赋。当敌人血量降到 50% 以下时，就会触发一次群体伤害，有时候一局战斗中多次触发他的天赋，再加上那句魔性又洗脑的台词，让黑塔成为了目前铁道中最出圈的存在。最后再说一下战斗外使用的秘技。由于铁道是鸣雷御敌，所以在看到怪物的时候是可以躲着或者偷袭的。在战斗外可以查看敌人的属性弱点，比如面前的这个怪物弱风属性，那我们用风属性的单横主动攻击敌人时，会让战斗中弱风的敌人首回合就削减一部分的韧性。而如果玩家使用秘技主动攻击敌人，这样还会产生一些特殊效果。还是以3月7举例，用秘技进入战斗时，可以随机冻结一个敌方目标，遇到比较难打的敌人时，可以先叠一下 buff 再进入战斗。好了，目前算是粗略的把铁道的战斗系统给介绍了一番。总的来说，铁道的战斗系统本身并不复杂，但是在角色配对和装备搭配的 build 下，就会变得多样化起来。这也是战斗的策略和乐趣所在。只要角色的练度不是低的那么离谱，稍微研究一下配对和装备，平时在2倍速下，战斗的节奏相当之快，个人认为还是很适合当下的那种快节奏的。而到了真正有压力的 BOSS 战时，BOSS 所展现出的强大压迫力，以及玩家在每回合里需要做出的决策和思考，又确实有老 RPG 的味道了。目前铁道在这个方面做得还挺不错的，只不过随着游戏的更新，回合制战斗的数值能不能把控得好，就是米哈游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而作为抽卡游戏，未来新角色的强度该如何平衡，就是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下面再说说2册中角色的养成要素，大致上呢还是原神的那套路子，等级、武器、装备、技能、命座。这个路子偷不偷懒，好不好，读不读我不知道，但是这套养成系统的理解门槛是真的低，玩过原神的都应该能够轻松上手。不过也不排除在3册时养成系统还会进行改动。而在玩法方面呢，除了有忘却之庭、搏击俱乐部等传统挑战项目外，还加入了时下流行的肉鸽玩法，模拟宇宙。肉鸽模式主要是通过合理组织特效词条 build 来实现在常规战斗中难以达成的大数字伤害，主要突出一个爽字，从而收获快乐和模式特有奖励。好了，说了这么多有关战斗玩法方面的内容，下面再来评测一下战斗之外的剧情部分。说实话，由于之前没有玩过崩坏宇宙的其他游戏，因此我比较担心会难以理解游戏剧情，毕竟游戏的标题是崩坏星穹铁道。实际上我的游玩体验是，
在最开始的时候，剧情确实看得我有点懵，各种名词怼脸也让我有些不太适应。这个时候，姬子姐姐告诉我们，名词的含义可以以后慢慢了解。听到这里，我瞬间轻松了下来。后来，随着游戏流程的推进和游戏文本中的介绍，我开始慢慢了解了开拓、星神、星河分别是什么。游戏剧情对我这个萌新来说并不难理解，所以如果你是和我同样以前没有接触过崩坏系列，我认为你也可以和我一样，专业名词完全可以以后再慢慢了解，因为玩家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的。目前看来，铁道和崩三在剧情上属于是平行宇宙关系。如果你玩过崩三，应该会很有感触，但如果是像我这样没有玩过的话，也不会对理解剧情产生障碍，甚至有可能会产生企图反向入坑崩三的想法。整体来说，铁道主线剧情的演出方面属于是上游水平，非常之顶，但是在剧情节奏和剧情逻辑方面，这个很抱歉，我只能给出中游评价。说实话，铁道里的大部分角色塑造的都挺不错的，这里点名表扬一下三月七。而个别关键角色的塑造和转变则有些过于急躁了，缺乏说服力，所产生出的水桶效应让我只能给出中等评价。如果米哈游再多打磨剧本，把这方面做好的话，是完全可以达到上游水平的。不过目前主线剧情也明显可以感觉到在结尾处是有些没做完的，具体是工期不足还是为了防剧透就不得而知了。其实我认为测试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坏事，因为只有这样问题才会在正式版中得到改善，多数玩家才会有更好的体验。而在支线剧情方面，除了大家都在反映的缺乏剧情演出和角色镜头调度的问题外，剧情文案感觉意外的好，有几个支线剧情让我印象尤其深刻，这个真不是我在尬吹，等公测的时候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一个名为致暗淡星的任务真的是非常浪漫。纵观铁道的整体文案水平，可以感受到他们是下了很多心思的，因为就连在城市里与路人 NPC 对话，都能感觉到 NPC 在内涵当今的网络现状。比如这个 NPC 说，新人编辑特别擅长把一句话翻来覆去的写，洋洋洒洒几百个字，本质上就10个字，这不就是在说营销号吗？类似的内容还真不少。有关翻垃圾箱的文案也比较出圈了，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通过与这些 NPC 对话，我真的找到了过去玩 RPG 游戏时一个个与 NPC 对话的那种感觉。由此可见，米哈游是真的很想把这方面做好，并且他们在文案中埋了巨多的梗。在读文案时，一些梗的出现确实也会让我会心一笑，像什么648巨款叔叔我这么年轻你怎么睡得着？看来你是真的什么都不懂。总之有非常多有趣的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银河系搭车客指南中宇宙的终极答案是42这个梗，因为我 ID 名字里的42也一定程度上是受这本小说的影响，所以看到这个梗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莫名的好感。接着再来说说铁道的氪金点。铁道的氪金点和原神一样，也是人物和武器。目前人物和武器都是单 up 值，如果这个设计保留到公测的话，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二测时的出金频率和 Y up 的情况，就我测试的结果来看，感觉跟原神差不多。这点我只能说不愧是你米哈游。最后，如果你要让我在尽可能不剧透的情况下来描述游戏的剧情，我只能说是由玩家所扮演的主角被唤醒后，遇到了星穹列车组的三月七和单横，后来众人结成了开拓小队，乘坐星穹列车穿越银河，沿着星神阿基维利在宇宙中的伟大航路，去探寻一个个千奇百怪的星球，去结识各式各样的人，写下一段段扣人心弦的冒险故事。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星际间旅行的太空歌剧，题材本身就具有一种浪漫色彩。其实我在最初听说崩坏星穹铁道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银河铁道之夜、银河系搭车客指南，还有一部很老的日漫《银河铁道999》，所以我就在想，星穹铁道的主创团队一定是很喜欢这类题材的科幻作品，并且对铁道以及蒸汽列车有着很深的情怀。果然，当我在游戏中玩到了矿车分轨的小游戏，得到了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的成就，发现了银河铁道之夜的光追时，主创团队对科幻前辈们的致敬实锤了。并且铁道中不仅有对科幻作品的致敬，还有对新怪谈的致敬。空间站支线里的奇物在收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玩 SCP 的梗。总的来说，铁道这部看似是实验性质的作品，一定是被米哈游寄予了厚望的。从他们走出了擅长动作游戏的舒适区，去挑战回合制 RPG 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一定是希望借铁道来打破大众对回合制手游的固有偏见。某种程度上来说，铁道承载着主创对科幻作品的致敬，
同时也是他们在谱写着属于自己的太空歌剧，真心希望他们能在未来开拓出属于自己的新宇宙。好了，本期评测呢到这里也该告一段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诸如迷宫探索、迷宫设计、角色强度、高阶配对等等方面就不能在本期中一一展开了。尽管本期我提了不少铁道的缺点，但说到底我对铁道还是满怀期待的，并希望在3测时能够看到铁道的进一步完善。前提是我还能运气好获得3测资格。好了，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也请别忘了3连支持一下UP。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